我和姐姐是双生子，术士断言，我们姐妹命格贵贱相斥，须得一人高价一人低价，才能保命途顺遂。上一世，我不忍姐姐吃苦，主动嫁于农夫，姐姐则嫁给定远侯府世子。可世子独宠妾室，任由姐姐被欺辱致死，一尸两命。姐姐死后不久，我的夫君也郁郁而终。整理遗物时，我才发现夫君竟是侯府那个已经死去的嫡长子，而他心中真正喜欢的人一直是姐姐。我在他们坟前磕满10万个响头，终于换得上天垂怜，让我们重活一世。在睁眼时，我抢过姐姐手中侯府的定亲信物。姐姐，自小你便什么都让着我，如今这桩亲事不妨也让给我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点赞订阅，每天听故事。我嘴角噙着笑，眼神定定地看向姐姐。上一世她死前的惨状还历历在目，我双眼不禁泛起湿润。姐姐叹口气，用手帕轻轻擦拭我眼角的泪水。好，都依你。舒儿，从小到大你姐姐一直护着你让着你，她身子若受不得累，你就不能。母亲哽咽，欲言又止。姐姐却浅浅一笑，不甚在意的样子。母亲，别说了，我们姐妹总得有个过得好的。舒儿自小聪慧，想来比我更适合做侯府主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忍下心头的恨意。是啊，上一世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毫不犹豫选择嫁给农夫，让姐姐去做尊贵的侯夫人，却没想到竟亲手把她送去了虎狼窝。重来一世，我只愿姐姐能与心爱之人平安一世，白头偕老。至于那吃人的侯府和滔天的仇恨，就都留给我吧。我会亲手为上一世死去的姐姐讨一个公道。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，我嫁侯府，姐姐嫁农夫，几家交换了庚帖，定下来成亲的日子。姐姐先出嫁，然后是我。是夜，我抱着沉甸甸的箱子，敲开姐姐的房门。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，还有些金银首饰，都给你了。怕她推辞，我赶紧补充，我嫁到侯府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反倒是你，没有银子傍身怎么行？姐姐还是那副笑意盈盈的模样，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发顶。舒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听爹爹说，那贺川也曾读过几日书，因家逢变故，如今只剩他一人，我嫁过去便能当家做主。姐姐知道，你并不是贪图富贵之人，侯府高门大户，勾心斗角的事肯定不少，你是担心我应付不了，对吗？我们一母双生，你瞒不过姐姐。舒儿，我会跟贺川好好过日子，你也答应姐姐，一定保护好自己，好吗？这么好的姐姐，这么善良的姐姐，竟被侯府的人搓磨致死。我喉头几度哽咽，终是扑进姐姐怀里，哭得昏天黑地。姐姐出嫁那天，我再次见到了来迎亲的贺川。跟上一世娶我时不同，此刻的他满面喜色，做不得假，看得出他是真的很喜欢姐姐。贺川跪在父亲母亲面前，郑重承诺，小婿此生若对不起院儿，定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姐姐紧张地揪着手中的绣帕，父亲母亲则是满意的点头。我有些恍惚，心中泛起片刻的痛，又很快释然。贺川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上一世他纵使不喜欢我，也给予我作为妻子的最大尊重，即便是在临死前，也在尽力为我安排好之后几十年的生活。这辈子有贺川陪着姐姐，我便放心了。我凝视着花轿逐渐远去，目光汇聚到定远侯府所在的方向。7日后，我将10里红妆嫁给那定远侯府的世子陆文昭。洞房花烛夜，陆文昭放在心尖上的那位秋姨娘迫不及待地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拜完天地后，盖头都没掀，她身边的丫鬟就过来请人。世子，姨娘心口疼得厉害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我心中冷笑，果真是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陆文昭不顾喜娘的阻拦，起身便要走。世子留步。我忙出声挽留，想了想，索性自己扯下盖头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摆摆手，让他们都退下。他颇为诧异地盯着我，面露不悦。心柔一向身子不好，我得去看看。萧锦书为人正直，应有容人之量，你可不要做那争风吃醋之事。我笑着摇摇头，与他四目相对。世子误会了，我知世子心里只有秋姨娘，嫁进侯府之前便早已想好，日后我只认真做好世子夫人，
绝不同他争夺世子的宠爱。我打开嫁妆箱子，拿出一张药方递给他。听闻姨娘素有心疾，萧府的府医精于此症，因而出嫁前我特意找府医开了这张方子。世子若信得过，可以让姨娘照方子调养，心痛心悸的症状会缓解不少。陆文昭接过我手中的方子看了几眼，略带狐疑：你竟会如此好心？我藏起心头的恨意，装作哑然失笑，情爱之事强求不得。世子有情有义，是世间男子中少有的痴情人，倏儿敬佩。我话音刚落，他的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几分喜意和赞赏。你能这么想最好，若是你谨守本分，日后我也会尽力对你好些。多谢世子。倏儿还有一事相求，世子陪过秋姨娘后，可否回正院过夜？世子放心，我绝无他意，只是今夜毕竟是你我的新婚之夜，府里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，所以……我眼眸低垂，欲言又止，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委屈。他马上心领神会，既然答应给你正妻的体面，我自然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不管多晚我都会回来。陆文昭走后，我瞬间敛起笑意，吩咐丫鬟给我卸了钗环，洗漱更衣。子时刚过，他果然回了正院。我将他带到铺好的软榻前，委屈世子在这里凑合一下吧。今夜过后，世子都可以在秋姨娘的院里歇息，公婆那里我会帮世子应对。陆文昭略有深意地看我一眼，我读懂了他的不可置信，却只当未曾察觉，转身回床歇下。我摸着身下的这张床，好似能感觉到姐姐曾经躺在这张床上的伤心和绝望。上一世，陆文昭也是在新婚夜被秋姨娘叫走，留姐姐独守空房。第二日，姐姐便被侯府老夫人以不能规劝丈夫为由，在祠堂罚跪了1天1夜。而府里的下人惯会见风使舵，知道主子不把姐姐当回事，便听从秋姨娘的话，处处给她难堪。这辈子风水轮流转，独守空房的人变成了秋姨娘，我很期待她怎么将这场戏继续唱下去。第二日清晨，我起得很早，丫鬟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，为我换好衣裙，梳成妇人发髻。上完妆后，我起身，正对上陆文昭的视线，他眼中流露出一抹惊艳。我似有察觉，微红了脸，低头羞涩地笑：夫君，我们一同去给公婆敬茶吧。如今的定远侯夫人陈氏是陆文昭的生母，乃是妾室扶正。传闻先夫人在携子探亲的路上遭遇不测，母子2人双双丧命。可有着上一世经历的我知道，他们不过是被如今这位给蓄意谋害了而已。而贺川就是定远侯府那个已经死去的嫡长子。摔下山崖后，他失去记忆，等到想起自己的真实身份时，已经是弥留之际。我和陆文昭恭敬地跪在地上，给侯爷和侯夫人敬茶。陈氏竟是少见的好脸色，还褪下手腕的镯子，亲手给我戴上。陆文昭不可思议地挑眉，我却深知陈氏早就对秋姨娘不满。他费尽心机才坐上侯夫人的位置，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儿子整日与妾室厮混？娶一个高门大户的儿媳，能管束好陆文昭，帮他坐稳世子之位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礼物一一奉上，正厅里一片欢声笑语，气氛和谐融洽。一同用过早膳后，陆文昭去书房处理公务，陈氏留我在厅中说话。正在此时，下人来报，秋姨娘求见。她一身素衣，头发简单挽成垂云髻，插着一只白玉簪，身姿纤细瘦削，行动间仿若弱柳扶风。抬头时，只见她肤色白皙，眉似清黛，眼含秋水，确实是个勾人的主。陈氏神色不悦，也不叫起，只让她给我这个正妻磕头行礼。秋姨娘眼中泛起水光，朝着我软身一拜：妾身见过夫人。昨夜妾身突发心急，下人不懂事，擅自请了世子过来，误了世子与夫人的洞房花烛夜，还请夫人不要怪罪。我眉心一紧，果然见陈氏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。我忙低下头，遮住眼中的讥讽。姨娘说笑了，世子昨夜虽来得晚些，但总归是没有耽误正事。秋姨娘身子一僵，惊声尖叫：不可能！世子分明说过不会碰你，这个蠢货！我羞涩一笑，脸上泛起一抹绯红。姨娘莫要再开玩笑，我是世子正妻，他为何不碰我？世子温柔体贴，
早起还亲自为我描眉，嘱咐我早日为他诞下嫡子，承继侯府血脉呢。陈氏冷哼一声：“邱心柔，我看你是疯了，难不成你还要我儿一辈子只守着你一个女人吗？你不过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，莫要动错了心思。”邱姨娘泪眼盈盈，哭着走了。陈氏反倒抓住这个由头，对我好一番教训。我态度恭顺，低眉垂首，一一应是。陈氏摆足了婆母的款，才心满意足地放我离去。岂料我才刚回主院，陆文昭就气势汹汹地赶来兴师问罪。萧锦书，你昨晚是怎么跟我承诺的？今日你又跟心柔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何时碰过你？陆文昭甫一进门，便踹翻门口的矮凳，狠狠打了我一巴掌。你心思怎么这般恶毒？我真是疯了，才会相信你的谎话连篇，让你得了机会欺负到心柔头上。我捂着脸，深吸一口气，在抬头时已眼眶泛红，双眼含泪。世子，我萧锦书绝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为何连一句解释都不听，就给我定了罪？只因我不是世子心尖上的人，便能随意让人攀扯污蔑吗？眼泪簌簌落下，我倔强地抬起头，露出被他打得红肿的侧脸，还有一截脆弱白皙的脖颈。这副样子落在陆文昭眼里，他的目光一滞，眼神顷刻间温柔了几分。那你说，我便要听听你到底有何理由。我用帕子拭去眼角的泪水，声音哽咽。世子，你只知我同邱姨娘说了谎，却不知我为何要那般说。我与世子的约定，你知我知，却万不能让婆母知道。婆母若知道，且不说我日后在府中寸步难行，便是世子和姨娘也难逃责罚。可姨娘却故意在婆母面前点破你我未曾圆房的事实，或许她的本意只是想让我难堪，但这么做的后果，世子想过没有？我除了那般说，还能怎样呢？难不成真的要在婆母面前承认我还是清白之身吗？说到激动处，我声音嘶哑，眼泪再度落下，泪珠一颗颗砸到陆文昭手心，滚烫炽热，他的手指不受控制地瑟缩了下。我紧咬着嘴唇沉默下来，屋内的气氛微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陆文昭叹息一声，拉住我的手：“抱歉，是我冤枉你了。这件事确实是我对不住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我眼泪流得更凶。世子，我不过是个寻常女子，我也盼望能跟夫君恩爱白头，只可惜你我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。世子心系邱姨娘，我不愿世子成为负心薄幸之人，愿意成全你们，但世子也该对我保持基本的尊重，不该这般随意疑心我。你放心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日后不会了。陆文昭将自己的绢帕递给我，我犹豫片刻后接过，背过身擦泪。身后目光灼灼，我轻轻勾起唇角。信任的建立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但信任的崩塌却往往只在一瞬间。一旦有了裂缝，就会像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这一场戏没有白做。回门那日，邱姨娘又想故技重施。丫鬟来正院禀报的时候，陆文昭略一思索，便让她回去了。先让府医过去瞧瞧，跟你们姨娘说，我陪夫人回门后便去看她。我适时地传递给她一个感激的眼神，陆文昭嘴角浮起一抹得意的笑。很快，邱姨娘惊恐地发现自己最常用的手段不管用了。陆文昭待她还是一样好，却不再像从前那般对她言听计从。她从茶水摊上的是茶女，一步步成为侯府世子的爱妾，这中间用了多少心机，耍了多少手段，可想而知。她绝不允许有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。这日，我正在房中与陆文昭对弈，下人突然来报，世子，邱姨娘中毒了。哗啦一声，陆文昭打翻棋盘，飞奔而去。我紧跟在陆文昭身后，赶到邱姨娘的院子。他正把邱姨娘搂在怀里，厉声呵斥府医和丫鬟，这副样子当真是在乎得紧。世子，姨娘的汤药中被下了毒，所幸姨娘用的不多，否则便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邱姨娘柔弱无骨地攀着陆文昭的手臂，闻言立刻痛哭出声。世子，夫人她好狠毒的心啊！世子不过是偏疼了妾身一些，夫人竟想要妾身的命。我讽刺一笑，站在原地不发一言。陆文昭却条件反射般否认，心柔，夫人不会这么做的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
邱姨娘想不到她竟会替我说话，整愣片刻，脸上的表情都快维持不住。世子不信我，夫人今日特意命人给我送药，说对治疗心疾有奇效，妾身喝了2口就毒发了。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与世子多年感情，夫人定是看不过世子这般宠我，才容不下我。这样拙劣的手段，只把我看笑了。她一心想要给我扣上杜父的帽子，却没看到陆文昭的脸色越来越沉，因为那碗药是他让我院中的丫鬟送的。我不介意让这把火再烧得更猛烈些，于是我开口愤愤道：邱姨娘，我是傻子不成？我若想毒害你，怎么会傻到在自己送的药中下毒？更何况我何曾派人给你送过药？你的一应饮食医药都是自己院中负责，我从不曾插手。夫人，你不承认也没用，就是你院中的丫鬟亲手送来的药。邱姨娘言辞激切，恨不得立即为我定罪。但当她的视线调转回陆文昭身上时，她整个人都定住了。陆文昭正用一种极其失望和伤心的目光看着她，久久不语。世子。陆文昭缓缓开口：心柔，你今日喝的药是我让人送来的。邱姨娘眼睛突然睁大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成婚当日，夫人曾交给我一张治疗心疾的方子，今日的药是我吩咐人照方子熬的。邱姨娘像是又找回了说话的能力，肯定是方子有问题。世子，他怎么会这么好心？陆文昭讥讽一笑，眼里的失望更甚。起初我也跟你是一样的想法，所以我专程找人看过，这方子确实对治疗心疾有奇效。我找人熬了药，以夫人的名义给你送来，本想缓和下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。心柔，你告诉我，为何我命人送来的药里会有毒呢？你总不会想说我要毒死你吧？邱姨娘脸色惨白，微微张着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陆文昭眸光晦暗，眼底染上一抹自嘲，慢慢松开邱姨娘的手。心柔，你变了，你原本是多么善良又坚强的女子。这些日子你就暂时不要出门了，待在自己院中，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吧。我冷冷看着眼前两人，心中闪过一丝快意。上一世，姐姐为了拉近同邱姨娘的关系，回萧府开了这张方子，却被邱姨娘以相同的手段污蔑她谋害妾室。陆文昭一气之下，让人打了姐姐20板子，把她关在院子里。姐姐本就身子孱弱，经此一事后，便开始缠绵病榻，吃尽苦头。而今生从新婚夜的一张药方开始，我便早就布好了这一局。邱姨娘被禁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侯府，下人们诚惶诚恐，对待正院的态度越来越上心。陈氏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，罚邱姨娘跪了半月的祠堂，又把我叫到跟前训诫半天，让我赶紧为陆文昭生个一儿半女。我顺势提出把正院伺候的2个丫鬟拨给陆文昭做姨娘，琥珀清纯，琉璃柔弱，他们在府里伺候久了，自然知道陆文昭最喜欢的是什么样子。他初时还气了一番，怪我自作主张，很快就沉浸在温柔乡里不可自拔。等到邱姨娘解了禁足，被放出院子时，琥珀已经有了身孕。邱姨娘将自己院子砸得稀巴烂，过后终于明白今时不同往日。她重新放低身段讨好陆文昭，又做足了姿态到正院给我磕头认错。陆文昭到底还是对她有情，没过多久便再次宿在了邱姨娘院里。一时间，邱姨娘在府中风头无两。没过多久，下人来报她有孕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心中不免一惊，毕竟上一世邱姨娘可是从未有过身孕。我还以为我派人细细去查，得到的消息让我不禁拍手叫好。我倒要看看邱姨娘肚子里怀的到底是个什么，最后又能生出个什么来。后院一下有2位姨娘同时有孕，陆文昭喜不自胜，就连侯夫人陈氏也对我十分满意，赏赐了不少好东西，让我务必照看好2人肚子里的孩子。琥珀怀孕6月时，府医号脉，号出她肚子里是个男胎。陆文昭高兴坏了，10日里竟有5、6日宿在她院中。而这个消息对邱姨娘来说，无异于当头一棒，她不得不把计划提前。侯府平静的外表下暗流涌动。半月后，定远侯夫人陈氏的生辰。她一向高调，但凡这种场合必定大办。我依着她的意思，
便邀京中权贵办了一场风光无限的寿宴。席上，怀着孩子的邱姨娘和琥珀都得了陈氏的赏赐。邱姨娘端着酒杯走到琥珀跟前，妹妹，我敬你一杯，你马上就要诞下世子的长子，以后的地位定然非同一般。琥珀这段日子被宠得不知天高地厚，闻言得意的轻哼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你来我往，冷漠一笑。很快，琥珀就吐出一口黑血，晕倒在地。又是中毒，跟之前相同的戏码。只是这次，琥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他腹中的孩子刚满8个月，已经成型。担心母体中毒后影响到孩子，陆文昭最终决定给他灌下催产药。琥珀的哀嚎响彻整个后院，从开始的撕心裂肺到最后奄奄一息。整整1天1夜后，他诞下一个死胎，自己也因毒发身亡。我站在院中，听着身后陆文昭痛苦的闷哼，笑了。上一世，姐姐被陆文昭厌弃后，琥珀和琉璃就迫不及待地爬了床。琉璃尚且老实几分，只顾过好自己的富贵日子，但是琥珀却在姐姐难产的时候，专挑难听的话来刺激姐姐。无论姐姐如何哀求，她都无动于衷。孩子卡在宫口，姐姐心急如焚，自己拿起剪子，生生将自己的下体剪出一道口子。琥珀没想到姐姐的心智这么坚韧，即便已经精疲力竭，却还是屏着一口气想将孩子生下来。她突然发了狠，用枕头活活捂死了姐姐。姐姐一尸两命，到死都没能等来稳婆和大夫以及自己的夫君。最可恨的是，陆文昭和邱心柔竟未打赌姐姐的孩子是男是女，在姐姐死后还让人剖开她的肚子查看。因果循环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何尝不是他们的报应？琥珀死了，侯府的长孙没了。他身边伺候的丫鬟一口咬定，琥珀是喝了邱姨娘递过来的果酿才中毒的。可笑的是，邱姨娘竟堂而皇之的拿出当初我反驳她的话强词夺理。我要是想下毒，怎么会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还亲手把毒酒递给她？但显然，这2次的情况截然不同。丫鬟哐哐2个头磕在地上，世子明察，我们姨娘自有孕后就万般小心，因为有邱姨娘中毒的前车之鉴，姨娘凡是要入口的东西，必定经过我试毒后才敢用。宴会当日，姨娘吃过的所有东西都由我亲自试过毒，除了那杯果酿。但即便到这个时候，邱姨娘亦是抵死不认。她笃定自己怀着孩子，陆文昭不会将她怎么样。邱姨娘还以为过去这么久，宴会使用的器具早就被洗净收拾起来了。可我又怎么会让她称心如意呢？世子，毒是不是下在酒里，让府医一验便知。那日琥珀中毒后，我便命人将他用过的1英碗筷酒杯全部原封不动收起来了。我话音刚落，邱姨娘就脚下一软，瘫倒在地。她恨恨地瞪着我，目眦欲裂。不多时，府医就在那杯装着果酿的杯底验出了剧毒。陆文昭缓缓从主位上站起身，他的脸上泛着一层灰白，嘴唇翕动，双手颤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低下头，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目光看向邱姨娘。心柔，我自认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那是我的第1个孩子。邱姨娘浑身一颤，好似掉进了冰窟，从头凉到脚。她苦笑着，眼泪一行行滑落。世子，因为心柔爱你啊，一个女人如果真的爱一个男人，又怎么能看着他同别的女人恩爱生子？邱心柔出身低微，若不是跟陆文昭两情相悦，哪有机会见识侯府的富贵？因而不管前世今生，他最看重的便是陆文昭的真心和他身边的那个位置。他伏地痛哭，声音凄厉，可陆文昭却不再为之动心了。他转过身，闭上眼睛，冷声吩咐，将邱姨娘带回他自己院子，从今日起封锁院门，不允许任何人出入，等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主院，交给夫人抚养。邱姨娘似乎已经傻了，呆愣愣地任由下人将她扶起带走。我攥紧拳头，强忍住心间战栗的狂喜。邱姨娘被带走后，陆文昭立刻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。我赶紧上前揉着他的背，给他顺气，世子别气，身子要紧。想来邱姨娘也是一时糊涂。陆文昭摆摆手，打断我的话，你不必再说，我只当自己这么些年看错了人。
曾经的她是那么温柔善良，我以为她只是醋意大了些，愿我有别的女子，不曾想她的心肠竟然如此恶毒。我垂手叹息，眸间闪过一抹若有似无的失落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世子待邱姨娘这般好，她为何还不知足？陆文昭眉心一拧，看向我的眼光中不由带上几分温情和怜惜。他拉住我的手，将我拥进怀里。淑儿，嫁给我让你受委屈了。你这般好的女子，过去是我陆文昭有眼无珠。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我藏起眼底的寒意，埋头在他怀中，泄出几声哽咽。陆文昭抱着我的双手又紧了些。当天夜里，他便留在了正院。床子之上，唇齿交缠间，我紧闭双眼，忍着恶心配合。现如今，想在这侯府站稳脚跟，我还需要一个孩子。成婚近1年，我和陆文昭终于圆房。这些日子，他下朝后就来正院陪我下棋用饭，晚间也都跟我宿在一处。夫妇和睦，竟颇有些新婚时的浓情蜜意。经历了前头那些糟心事，陆文昭对我已经是全然的依赖和信任。他派人把管家的钥匙送到正院，将侯府上下都交由我打理。我自然不能让他失望。不久后，我安排在府中巡访的人抓住了一个想要携款潜逃的府医。稍加审问，他便将邱姨娘的所作所为招了个干净，在自己的药里下毒污蔑我，毒杀琥珀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以及假孕争宠。他甚至还想再设计我一番，好让腹中的孩子巧妙地死在我手上。只是如今他被禁足在自己院中，没机会接近我。眼见他肚子里的那东西月份越来越大，逼得府医无法，只能逃走。陆文昭趔趄几步，瘫坐在椅子上，怒火攻心下猛地吐出一口血，晕了过去。侯府一片兵荒马乱，我身边的小丫鬟趁乱溜出府，按照我的吩咐去给姐姐送信。陆文昭清醒后，傻傻地盯着床顶愣神，仿佛身上的精气神都被抽干了。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，他尚且可以告诉自己还有邱姨娘肚子里的孩子，可现在才知道邱姨娘有孕之事竟然是假的。他心心念念的2个孩子全没了。我坐在床边，轻轻扶起陆文昭：“夫君，好点了吗？药已经熬好了，我喂你喝药吧。”他虚弱地靠在我身上。邱心柔呢？还在院里关着呢。这件事太不光彩，一旦传扬出去，定会成为京城笑柄。所以我擅自做主，封了他的院子，不许人出入。那府医也被关在后院柴房里，只等夫君醒了再做决断。陆文昭握着我的手，满是赞赏：“淑儿，你做得很好。母亲说娶妻当娶贤，能娶到你是我今生之幸。”我羞赧地低下头，遮住眼中的讥讽：“夫君，那府医知道的太多，不能再留了。至于邱心柔，她毕竟跟了我这些年，我实在不忍痛下杀手。但杀子之仇不能不报，就打他50板子，然后封死院子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”陆文昭的目光汹涌又平静，说到最后几个字时，流露出几分不自觉的狠戾。表面看似多情的人，实则最是狠辣无情。我淡淡扫过他冷漠的嘴脸，眉角微微上挑。也好，那我亲自去安排。我高坐堂上，静静地看着家丁行刑。50板子打下去，便是寻常身体强健的男子也要去半条命，更遑论邱心柔这样的柔弱女子。刚开始，她还有余力扯着嗓子咒骂我，到最后已经是出气多，进气少了。她整个下半身血肉模糊，筋骨尽断，倒在地上像一滩烂肉。我抬头看看阴沉的天空，长舒一口气。快结束了，叫大夫过来吧，好歹是侯府的姨娘，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况且这条命我留着还有用。侯府的日子重回古井无波。我向陆文昭提议再给他那2房妾室，却被他一口回绝。他只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我，让我尽早为他生个嫡子。不久后，我收到姐姐的回信，贺川恢复记忆，他们已经于近日启程返京。我暗自盘桓好时间，算准日子，公布了自己有孕的消息。彼时陆文昭刚回府，听到下人传话，连衣服都没换就直奔正院。等到从府医口中亲耳听到我已有近2月的身孕，他才一拍桌子，仰天大笑。多日的颓唐一扫而空。他疾步走进内室，一把紧紧搂住我，
满眼都是喜色。叔儿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。我垂眸浅笑，初为人母的喜悦让我心底久违地生出几分暖意。这是2世以来我的第一个孩子，也会是唯一一个孩子。至于孩子的父亲，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他只会是我的孩子。怀孕3个月时，我在花园里散步，关在后院的邱心柔趁乱跑了出来，将我撞倒在地。我在床上躺了2天，才稳住胎相。陆文昭动了大怒，他红着眼眶守在我身边，轻轻为我擦去额角的汗水。确认我和孩子无事之后，他当即下令处死邱心柔。叔儿，我只要有你就够了，敢伤害你的人都得死。心尖上某个不为人知的位置颤动了下，我下意识侧头躲开他的视线。意识到什么后，又自嘲地摇摇头。陆文昭这个人，看似深情的皮囊下，隐藏的却是极度的自私和薄情。他可以爱你，但前提是你得有价值，更不能触碰到任何一点他的既得利益。所以上一世他对姐姐的死冷眼旁观，甚至落井下石。不多时，刚才他派出去的人回来禀告，邱姨娘不肯就死，想见世子最后一面。陆文昭指尖微动，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看向我。我扯起嘴角，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，夫君去看看吧，总归是恩爱一场。他眉梢轻扬，朝我点点头。那我去便回。叔儿，以后你我还有孩子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微笑颔首，看着陆文昭转身离去的背影，一股浓烈的悲凉和失落涌上心头。世子，慢走。陆文昭回头，太阳落山前，黄晕的光线洒在他身上，他的五官轮廓越来越模糊。他淡淡一笑，朝我摆摆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天，定远侯府世子陆文昭被妾室邱心柔一刀捅进心脏，当场毙命。随后，邱心柔油尽灯枯，气绝身亡。那把我不小心遗落在他院中的匕首，帮我结束了他们2人的性命。陆文昭死后，一向深居简出、不问世事的定远侯亲自给他主持了丧仪。定远侯虽不喜陆文昭母子，但这毕竟是他最后一个孩子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，他接连经历2次，几乎是一夜之间须发全白。我在陆文昭的葬礼上一度哭到昏厥。清醒之后，我对着陆文昭的牌位立誓，这辈子绝不二嫁，定然会将我们的孩子好好抚养长大。京中之人皆赞我有情有义，就连宫中也下了旨意褒奖我。可侯夫人陈氏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陆文昭死去的事实，变得疯疯癫癫。清醒的时候，他便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丧门星，说我克死了他的儿子。定远侯担心他会对我和孩子不利，索性直接将他送去城郊庄子里，安排人日夜不离地守着。我靠着肚子里陆文昭的一父子，成了侯府唯一的顶梁柱。借由这次机会，我将侯府上下清洗一番，内外全部换成我的人手。等到姐姐和贺川抵京时，所有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侯府尽在我掌控之中。定远侯不可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贺川，最爱的长子竟然还活在这个世上，失而复得的巨大惊喜让他老泪纵横。而我的姐姐怀中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孩子，温柔地站在一旁。前世她惨死的模样渐渐模糊，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娴静美丽的容颜。我由衷地笑了。定远侯终于得知先夫人和嫡子意外去世的真相，悔不当初。如今陆文昭已死，他只能把陈氏送去内狱，终身囚禁。不久后，定远侯便将爵位传给贺川，并且为姐姐请封了诰命。上一世独自凄惨死在院中的姐姐，这一世终得圆满。5个月后，我顺利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陆安慈。这一世，我与姐姐同住侯府几十载，再无分离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